条中山路呢是上海的环城路，就最早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可以区分市区和郊区的这么一条环城路。现在在枫林路上呢，骑过斜土路啊，大家可以看到啊，我的右侧、我的左侧，还有前面的那个楼群呢，全部都是中山医院的大楼。看到是老名字啊，什么丽园路、协徐路，我就打算到里面来走走。这边的立交纵横啊，是最早上海开辟的一条南北快速通道。这个台盛园呢，就是电视剧主要的拍摄点。好，我呢就从南苏州路拐到这座浙江路桥上面。嗨，大家好，我现在龙华站的边上啊，我的左侧呢就是龙华市，那边有高层的龙华塔，我的右侧呢是万科中心，同时呢也发展成了一片低矮的商业街区啊。虽然没有到里面去走，但是感觉应该还是不错的。那以后有机会呢，到这边可以来逛逛。现在我顺着这条龙华路啊，向徐家汇方向骑过去。这边还是有相当的人气啊。今天其实是一个上班日，但你看到街上啊，车来人往的，非常的热闹。骑过了宛平南路，继续在龙华路上骑一段。经过凯滨路，我的右侧呢就是绿地缤纷城，一个巨大的墨，也是地铁的上盖。我觉得走着走着，差不多要走到徐汇滨江了。
右侧这边呢，就是这个墓的一片区域啊，应该有好几次我们在这边换乘过。红灯的时候看了一下地图啊，果然我已经错过了徐家汇了，离徐家汇已经有点远了。那干脆将错就错啊，现在转到这条东安路上，前面的是中山南二路，然后看看从那个方向呢再骑到市区里面去。这条中山路呢是上海的环城路。就最早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可以区分市区和郊区的这么一条环城路，它分为东西南北，每个地方呢又有一路、二路、几路的，但基本上呢现在都被用作一个内环的高架路。现在市区呢早就扩展到这条中山路外面了，所以已经没有办法以这条路来区分到底是市区还是郊区。经过一条小的船厂路，以前的江南制造局，后来的江南造船厂呢，就在这附近。后来搬迁啊，就变成了世博会展会的主要的地块了。我看到枫林路有左拐灯，那我就拐到左侧枫林路上去。这里呢以前来的比较少，但这边的马路呢非常熟悉。右侧呢有个小木桥路，这边的一个以前的旧村，现在都在穿衣戴帽，但这房子看来拆不了了。现在骑过零陵路。右侧是复旦大学的护理学院。随着上海啊经过好几轮的拆迁，尤其是把边边的那些比较相对破烂的地方呢拆掉重建以后，上海的市内呢已经变得比较整齐了。看上去大家生活水平啊，从街区的样貌来看呢都差不多了，所以呢就已经没有什么上只脚下只脚之分了。我对面的呢，就是以前的第一学院的附属医院，也是一个巨无霸，现在是复旦大学的附属医院了。现在在枫林路上呢，骑过斜土路啊，大家可以看到啊，我的右侧、我的左侧，还有前面的那个楼群呢，全部都是中山医院的大楼。就这边呢，非常像我在多伦多看到的总医院那边的医院群落，但是呢，在里面工作的医护人员的
待遇啊、社会地位，还有价值体现呢，有天壤之别。下次到了。今天也住了的。是了。检查要提前做吗？开完之后2分钟走。我的面前呢有一条医学院路，我的左侧呢就直通第一医科大学啊，以前的第一医学院，现在的复旦大学医学院。边长。停哪里了？停了。不是这儿。憋不了。经过平江路，前面就是赵家浜路了。原本呢从徐家汇那边过来，但现在呢一样啊，来到了赵家浜路。嘉善路站，9号线和12号线交汇处。现在骑过大木桥路啊，继续在赵家浜路上面走一段。
现在骑过了瑞金南路啊，这边呢已经到了达普桥的地界了。前方呢是一个日月光商业中心。看到是老名字啊，什么丽园路、协徐路，我就打算到里面来走走。这边有一个古玩市场。前方才是徐家汇路。现在从徐家汇路上呢，转到了朗当路上。
右转到建国东路上，这些都是小时候经常来来回回走的马路。这边呢是一处比较晚开发的区域，前方就是顺昌路，左侧一大排的房子，居然在这个房地产市道不好的时候卖断货，所以我特地拐到这边来看一看看看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楼能够吸引到大家。给我一个 A 套餐吧。来。打包的。来10个的。嗨，大家好，我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一家农晓得你晓得这家餐馆吃了一碗排骨年糕还是老味道。这家店呢以前叫鲜得来，但是现在换牌子了。那幸好呢，里边的工作人员还是原班人马，服务热情呢不亚于以前，这是以前就有的非常好的口碑。吃了一个套餐，一碗汤，一点这个黄瓜，主要呢是2块排骨，4块年糕，味道很不错。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重庆南路。前一阵子呢有个电视剧《繁花》轰动一时，一个呢是大家喜欢帅哥胡歌，另外一个呢主要还是这个电视剧里面都采用的上海话，反映的是上海改革开放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而且呢第一次在一个影视作品当中全程讲上海话，所以不用说就是最起码吸引着众多的上海人或者会听上海话的观众的青睐。那这个里面呢提的最多的就是当年还是比较贫困年代，大家享用一餐排骨年糕就觉得是一个美餐，所以一下子呢排骨年糕在上海卖断货。所以我今天特地找了一家老店，专门要了一份排骨年糕，也就是怀一下旧而已吧。但既然来到这边呢，我也想去看看这个《繁花》当年反映的那个主要的舞台黄河路目前是一个什么状态。从这边过去呢也就是2公里左右吧。现在呢我骑过了淮海中路，顺着南北高架向北骑行。
在呢骑过延安东路，这边的立交纵横啊，是最早上海开辟的一条南北快速通道。骑过威海路，这边还难得保留了一些以前的老的街区。骑过南京西路，骑过了一段拥堵路段，现在来到了凤阳路上，前方呢就是黄河路了。那栋街角的大楼也是电视剧里面的主要的拍摄地，就是这里了。不知道是原来就是不让单车通行呢，还是因为这个电视剧以后这边吸引着太多的到这边来旅游的人们呢，这条路线都挂上了不让单车和电动车通行的牌子了。前方呢就是南京西路，就如果可以呢，我还是倒过来走一段黄河路。对面呢就是上海国际饭店了，这边呢就是国际饭店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西饼屋。这个西饼屋呢主要是买蝴蝶酥啊，当然可能也是其他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都是很多人排队啊。你可以看到现在多少人排着队，大家就是要到这个国际饭店的西饼屋里头买一点蝴蝶酥之类的这种小吃。这个台盛园呢，这栋楼啊，就是电视剧里面的一个主要的拍摄点，就在凤阳路和黄河路交界处。在那个年代呢，这边全部都是食肆，有很多的这种餐馆。但是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呢，这些店啊，就慢慢的转变成其他的功能。虽然现在还有很多的餐馆还经营着，但没有以前那种火爆的场面了。如果你实地到这边来看看的话呢，这边啊，你看啊，两街到处都打出排骨年糕。那不管怎么说呢，就借这个电视剧也想火一把。我看到这样排骨年糕的招牌已经最起码有5、6处了吧。所以哪里人都是一样的，
都喜欢跟风，就是有了这么一个火爆的题材呢，大家都想蹭一把。这边呢是北京西路啊，我们继续向着苏州河方向再走一段。这个北京西路这一段呢，好像很多年都没有搞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如果哪位朋友到上海来啊，想要逛逛那个老街道，时间又不是那么充裕的话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租一个共享单车，在这些老城区里面随意的穿行。当然，你可以现在地图上设定几个你想要去的目的地，这样逛起来可能就更有意味啊。然后呢，你设定一些你想去打卡的景点，另外呢，找一些餐馆吃饭，尝一尝当地的一些食品。上海菜呢，老实讲，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餐饮，但是呢，胜在经济实惠，而且一般来讲啊，正规经营的店家呢，也比较注重卫生，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选择的一些当地的食物。这边呢，已经来到了苏州河边了啊，准备到河边去逛逛。苏州河呢一直在改造之中啊，你看它的水面还是保持的比较干净。这边呢也通了一些游船。苏州河呢基本上已经打开了，当然本来这个路也不宽啊，所以它也没有办法再做一条绿道。这个边上呢都是一些历史著名的建筑物，现在呢也在规划用一些新的用途。以前呢都是被一些公家单位占据的，现在呢要回归它的商业用途。看到河的左岸啊，马路的这河的对面呢都已经拆的只剩了一块老建筑的墙面了啊。可能就是保留一块墙面，但里面的建筑呢重新兴建。这条是南苏州河路，我的边上呢是浙江路桥。好，我呢就从南苏州路拐到这座浙江路桥上面，骑过苏州河，到前面去转转。这边呢已经变成了一片崭新的区域了。旧房子拆掉以后呢，保留了几栋，变成了一个万象天地，其实就是一个商业广场。但是在这个地面上呢，还保留着一些以前的老的石库门房。这个房呢，它起了个名字圣与里，我相信以前就是叫这个名字吧。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我的右侧呢，就是保留着的这些房子啊，重新翻新以后，但这些房子呢，已经没有居住的功能了，全部都是商业的功能。